Hello，各位，我是宋欣欣，我在北京，然后在微博做产品经理，还是一个 vlogger，但是一个暂时并不成功的 vlogger，所以我进行了超长时间的自我反思。上班的时候也在反思，谁上班不摸鱼呢？是不是？首先，我认真的反思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发现自己并不认真。其实，在拍摄这个主题之前，我是很犹豫的，因为这些内容跟大部分的观众都没有相关性。但是，在我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学习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采用结构化思维和系统化思维会非常快速，同时在可执行层面也会很具体。所以我选择拿我自己举例子，把拍摄 vlog 这件事情使用这两种思维模型分析清楚，这样就可以让你能够在过程中看到这些思维模型和执行方法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现在我就要端正自己作为一个好的 vlogger 的态度，抛弃以往所有既定的拍摄、剪辑认知，全部都进行重构。加强练习，收集反馈，持续优化。所以呢，我做的第一步就是重新认识 vlog。作为产品经理，一大技能就是通过结构化思维认知一件事情，再通过系统化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下面就会用两个思维模型去定位和解决问题。第一个是结构化思维，结构化思维讲究的是把复杂的事物拆解成清晰的单个元素。这里之所以要用结构化思维帮我去分析，是因为我对 vlog 这件事情，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非常深刻的认知。通过拆解深层元素，可以帮助我去真正的认知这件事情本身。因为在我的观点里，认知就是事物本身存在的客观规律，就像很少有人会去问1+1为什么等于2一样。你只有认识到这些，才可以在一个清晰的认知框架下继续深入优化，避免盲目的依赖直觉或者说经验主义。但是光有结构化思维还不够，因为拆解之后，我们只是把元素摆在桌面上，可是这些元素之间到底是怎么相互作用的，还没有弄清楚。这时候其实就需要系统化思维了，因为系统化思维更关注的是整体关系，它让我们看到这些元素之间是怎么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拿 vlog 来说，画面的光影会影响色彩，色彩又会影响氛围，氛围反过来又会影响故事的表达。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才构成了观众看到的完整体验。系统化思维会帮我从单点的优化转变成整体设计，这样创作出来的 vlog 才会更完整。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一层的拆解。我重新认识什么是 vlog。Video blog 中文直译是视频博客。先说视频，在我研究了维基百科对视频的定义以后，我发现视频的最底层定义就是通过画面和声音共同组成的一个多感官的传播形式。而博客呢，在最原始叫网络日志，是一种在线日记形式的个人网站，借由文字啊、图片啊、影片这些来记录生活、抒发情感或者分享信息。所以呢 ，vlog 的组成就变成了通过画面和声音去讲一个故事，然后它的作用就是让观看者能看懂、被打动、记得住，从而产生一系列情感。这是我在分析以后对 vlog 的总结。拆分完基本的 vlog 定义以后，我发现其中最核心的几大组成元素其实已经出来了，那就是画面、声音、故事。这也是认知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步。了解完1级的组成元素以后，继续拆解它们的2级、3级元素，然后再把这些元素进行整合，来最终影响1级元素，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那这就来到第2层拆解。那我们继续拆解3大元素下面的构成都有什么。第一个是画面。首先，这里画面的概念一定是要在视频或者 vlog 的认知框架之下去分析它的构成。画面是有2大属性的，第一大属性是它的物理属性，也就是技术层面的画面构成有帧率、像素、分辨率。我之前特别习惯拍摄 4K 60帧的影片，我会觉得这是我设备的最高画质，我要拍出最高的画质，但其实对观众来说影响非常有限。而且我们常见的60帧和30帧、24帧的区别描述就是电影感和运动感的区别。60帧影片的流畅程度对我的影片并不会起到多大的正向作用，同时它还会占据我更多的设备内存，所以我切换了我的影片帧率，改成全部拍摄30帧，画质不变，以此来增加影片的电影感和减轻设备存储压力。画面的第2个属性是影像表达，因为不管你的画面在技术层面有多好有多不好，画面存在的核心一定是表达某种信息，只是这些信息是由影像元素所组成的。那又通过拆解思维再分析影像元素都有什么。画面主体、画面背景、
画面光影、画面色彩、画面构图。那对于影片来说，还有运镜。当然，这其实也是摄影的基本概念。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其实总结起来就是画面等于我拍什么，在哪儿拍，光线怎么样，氛围如何，怎么摆，怎么动。其实当我总结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我之前的拍摄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完全没有相关的画面认知。我也没有想明白，我当时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认知进行的拍摄。那你看主体、背景、光影，我几乎没有办法干涉太多。Vlog 更多时候的主体是我自己，我也就剩下可以搞搞穿搭，收拾发型，让自己看起来干净利落。当然我平时也挺干净的，那也就剩下穿搭可以搞。这样的话，我们就产出了第一个未来的目标：搞穿搭。再来到画面背景 ，Vlog 讲究的是非虚拟、户外、公司场景，我没有办法干涉。我能够干涉的场景就是我的房间，我把我的房间的空间位置进行了调整，因为我跟我爸妈一起住。上一代人对收纳并不是很重视，他们觉得随时可以拿到就是最好的收纳，所以我的家里总会在不同的角落存在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而且非常杂乱。如果我强行增加一些额外的收纳器具，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可持续，而且会陷入到整洁和混乱的循环当中。所以呢，我就直接砍掉了我客厅的收纳系统。这样的好处就是从视觉上更通透，从秩序上就可以让杂物完全暴露在大空间的环境当中，倒逼所有人随手进行整理，防止那些小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持续堆积。再来到光影和色彩，我会认为这两者属于一个范畴。光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色彩，但色彩也会由设备的设置所决定。光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分析了我常在的几大场景：室内、户外。室内场景下，我之前拍出来的影片没有质感，色彩还原比较差，尤其是人脸在画面当中的表现很不自然，环境光对氛围的影响也很大，整个画面并不通透，没有氛围。那其实这里原因比较好定位，房间采光并不好。那在采光不好的条件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使用房间顶灯进行照明的。如果光线出现问题，那一定是顶灯出现了问题。我就去研究了照明灯泡的核心数据，尤其是这些数据对影像的影响，其中 CRI 就是一个最关键的指标。这个指标也叫显色指数，具体原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谷歌一下。总之，这个指数影响的就是被光照射物体的色彩还原度的高低。CRI 数值对标的是太阳光，太阳光的显色指数是100%，是100分。CRI 指数越接近100，它对物体本身颜色的还原程度就越高。那明显我之前的顶灯毫无 CRI 可言呐，兄弟！房屋中介怎么可能会给我用比较好的灯呢？我甚至都查询不到我家原先顶灯的品牌名称，一整个三无产品啊！所以我直接购买了 CRI 大于等于95的智能灯，用来给我的客厅和我的卧室进行照明，增加房间的氛围感和色彩还原程度。这个效果在客厅非常明显，原来的灯和高 CRI 灯在环境氛围和通透感上有明显区分。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照明灯具的 CRI 值和 RA 值是两个数值，购买时肯定是要重点关注 CRI 值，不要被骗。到这儿，其实我能操作的房间光影基本就算结束了。但是户外光影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我就思考了，我之前户外拍摄的时候，尤其是在光线非常强的地方拍摄时，拍摄出来的画面简直惨不忍睹啊！光圈收小，人脸曝光不好；人脸曝光变好，环境完全过曝。想要的质感是一点都木有。那这个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基础知识的，这里就需要用到 ND 镜。也就是相机减光镜，相当于相机的墨镜，控制光线的进入。但是为了更好的色彩呈现，我还是购买了完全不同的相机滤镜，去分别尝试了它在不同的光线下面的拍摄效果，其中包括 ND 镜、黑柔滤镜、CPL 偏振镜，最终结合我猛男的人设。怎么说呢？因为黑柔很朦胧，就有点少女。和我最广泛的拍摄需求，我购买了一个可调的 ND 滤镜，然后对相机做了一些新的设定，直接横向对比了多方的 LUT， 选择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保证色彩至少是还原真实的色彩。
我还去了北京最大的摄影器材城，对比研究了不同的镜头焦段和光圈。我把所有的店铺都跑了一遍，我看了所有的镜头的表现效果，最终决定购买了索尼的16毫米 f1.8。我还是更加会喜欢广角、定焦、大光圈的影像表现。关于缺失的长焦部分，我会在 iPhone 17发布以后，我直接换一台新的 iPhone， 补足长焦就可以了。我不想再额外去购买一台很重的镜头。那现在就来到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构图。我的妈呀！我在分析完这部分内容以后，我都有点崩溃了。其实你看前面的各种分析都说明了，画面中的主体是最重要的，主体是传递信息的核心。但是构图除了要把主体拍出来以外，还要有美感。我这种大直男，我看到这个我就崩溃。直男审美真的太恐怖了，它很致命。我也尝试改变过，这个很难，因为审美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建立的。我有一个观众，他很喜欢旅游，他拍摄的 IG 的照片非常好看。我有时候看他的照片，我就去想，如果我看到这个场景，我能拍出来吗？我觉得我暂时拍摄不出来。构图审美这件事情是需要长期学习的。目前我的选择是学习最基本的构图法则，先模仿构图。我先去买一本学习构图的书，我也买了一本学习构图的书，用来打造基础。当然，如果你有好的建议或者学习方法，告诉我，我去尝试一下。对于画面的最后一个元素运镜，单人拍摄 vlog 能做的运镜其实并不是很多，这个和调色一样，暂时并不属于我当前的高优任务。但是呢，我也根据我当前的生活环境思考了固定镜头的拍摄。目前我使用的支架是三脚架，我整个出租屋的空间并没有很大，这台三脚架全部展开以后的占地面积非常大，而且因为是3只脚，所以它每次调节高度都好麻烦呐。我讨厌这种低性价比的麻烦，所以我就去购物网站大量搜索占地面积小的相机支架，结果真的只有懒人才可以改变世界，它竟然有独脚架。我真的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占地面积小，方便调节，还比较稳定，我喜欢这个。那到这儿，画面的分析基本就算结束了。就像我们之前的归纳总结，画面就是我拍什么，在哪儿拍，光线怎么样，氛围如何，怎么摆，怎么动。那我接下来的拍摄，我就要按照这个逻辑去执行。再来到声音。对于声音的思考，其实我并没有费很大的心思，因为我觉得对于当前的阶段来说，声音在影片当中只要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比如说没录到，比如说爆音，比如说噪音就可以了。但是为了更好的声音收录，我还是购买了一款比较隐形的麦克风。我之前的机顶麦过于庞大，我又那么害羞，所以我就直接换成隐形的，保证声音的收录。最后一个元素，故事，这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哪怕是你用最简单的设备，你有好的故事，或者说你会讲好一个故事，依然能够拍出很好的影片。那我们还是先用结构化思维去想一想，什么是故事？故事在传统的定义当中是一个角色为了达成一个明确目标而与阻力发生对抗，并最终发生转变的因果链条。关键词是角色、目标、阻力、选择、因果、转变。你看，如果我们认知完一个定义，再想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我的 vlog 拍得不好，那我们直接按照这个定义去对标我们的问题。传统叙事强调的是因果驱动和完整的事件，不是松散的见闻或者说观点的堆砌。看到这个我直接就晕倒了。我拍的是啥呀？我请问呢？角色是谁？老粉知道。目标是啥？你没说。阻力是啥？你还是没说。选择是什么？说了跟没说一样啊。因果呢？没说。转变呢？说了很小小的一部分。那你看，在故事的定义当中，完整事件一定是包含结果的，也就是对应转变，而转变的上一层是目标，也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转变呢？这就是观众为什么要持续的订阅你。从产品经理的角度去定义，把观众等同于用户，把 vlog 等同于产品，那我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到底在长期的、反复的、持续的为用户解决什么问题，满足什么情绪？问号。也就是说，我之前拍摄 vlog 的时候，完全是站在创作者自己的角度在记录。
觉得镜头里面出现了我的日常就是故事。但如果换成产品经理的思维模型、用户场景需求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完全不对。用户是谁？这里我们做一个最基础的分层：新观众和老观众。新观众第一次点进来，他们对我一无所知，只想在快速的时间里面去了解你是谁，你要干啥，你对我有什么用。老观众看多了，他们关心的是你的生活有没有持续的推进。我之前的影片既没有让观众秒懂我的角色和目标，也没有给老观众看到明显的成长曲线。场景是什么？观众在信息流里面随机刷到，在油管的首页里面随机刷到，观看环境非常碎片化，意味着我的开场要足够快、足够清晰，信息密度要高。我过去的 vlog 开场往往是一些慢悠悠的记录，没有任务，没有冲突，用户根本没耐心看下去。看到这儿，想到这儿，我的老粉们辛苦你们啦，对不起。需求是什么？那来到用户场景需求这个模型的最后一个部分，需求是什么？新观众的需求是迅速理解我是谁，加今天我要看到的是什么故事。老观众的需求是看到我在长期追求上的变化和坚持。我之前的视频既没有满足新观众快速识别的功能需求，也没有给老观众制造连续的情绪满足。最后的结果就是看过的人记不住我，想追的人没有动力留下。所以从用户场景需求的角度来反思，我之前 vlog 的问题就是：第一个，缺乏清晰的角色定位，用户没有办法识别我；第二个，缺乏明确的任务，场景中没有任何张力；第三个，缺乏价值交付，需求没被满足。换句话说，我拍的不是故事，而是流水账。我干！我分析出一个我最难自己接受的结果。当然了，你看，用户场景需求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模型。当你要和你的老板，或者说任何一个你需要沟通去解决问题的人去沟通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去分析应该怎么更好的沟通。想一想他是谁，你们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下进行沟通，对方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最终产生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那接下来我既然知道了我的 vlog 存在这些问题，我要怎么做呢？第一步，我们从用户的路径地图先开始看。用户路径地图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产品分析模型，它讲究的是按照产品接触到用户的单个节点去分析用户的需求和解决方案。当用户看到影片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标题封面。那我们之前的系列名称是北京生存日记，后面改成北京 vlog，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前置系列标题，因为它们涵盖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先不说它和我的人生主题是否是脱节的，只说系列名称本身，第一，内容边界很模糊，只强调了地点和生存，没有单身、改造、消费、健身、减肥这些主题来得更加的普世。第二，增长非常受限，城市系列更像是生活记录，而非可复制的成长型 vlog， 很难形成阶段性成果的爽点。系列标题我需要重新思考，我需要结合我个人的人生追求进行更新，我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思考来完善这个全部内容，因为这部分内容需要我把我的人生追求抽象成一个具备网感同时具备故事性的标题，然后按照油管的功能架构进行频道描述的更新和播放列表的分层。这就是通过频道讲好故事的第一步。这里其实并不是北京这个舞台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系列名称没有把为谁解决什么问题的承诺和可视化进度放进去，拍出来的就是松散的纪录片式的流水账，而不是可以被新观众快速理解、老观众持续追看的成长剧。也就是说，我连第一步的用户心智锚点我都没有做好。因此，下一步要做的并不是简单的换一个字眼，而是把频道的长期价值追求抽象成一个清晰的承诺，然后按照这个承诺去重构我影片系列的所有边界，每一集的目标、证据体系和播放列表入口，才能把单集的好看扩展成频道级别的好看。另外，封面制作其实也是一个让我非常头大的点，这个它也很考验审美啊。除了让封面符合影片主要信息以外，还要保证美感。上面我们说要去搞穿搭，那这里我们就去搞拍照、自拍，对不对？直男是不是？好啊，我就不相信我拍不出来好看的自拍，我先把自己拍好，好不好？这里其实并不是说我要为了拍摄 vlog 就要去改变我自己的生活，而是我怎么把我真实的生活拍摄成了一个好的影片。
我之前有好几个观众看到我在为拍摄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会来私信告诉我，你不要有那么大压力，不要为了拍摄太改变自己的生活，请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拍摄选择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现在的重点是我是一个创作者，我需要了解好的作品的特质，然后把我真实的生活呈现成一个好的作品。第二步是分析影片本身。前面我们分析了影片的构成，那影片就是不同画面的动态组成来讲故事。那我要怎么通过影片讲好这个故事呢？如果说我们之前的分析针对的是宏观层面的叙事逻辑，那单个影片就是为单个影片目标所服务。然后我就对我以往所有的影片做了分析，我发现我的影片拍摄有点乱，我始终没有思考当下这个镜头，我想让我的观众体会到什么。我没有想过这个镜头这句话有没有为影片目标而服务，导致影片节奏、影片结构一塌糊涂。所以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强化镜头作用的认知。我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死记硬背。我强烈的推荐这个方法。如果你要彻底的内化一件事情，那就让这件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我给自己总结了一句话，叫在拍摄前必须要回答这个镜头你为了让观众感受到什么，它对故事发展有什么作用。如果你能够回答上来你就拍，回答不上来你就不要瞎拍。当然这些东西的所有前提都建立在我是在拍摄自己真实的生活。我把这句话写成便签，散落在我生活的所有地方，我可以经常的看到它，然后思考它，最终实现它。第三步其实是剪辑的思考，这一步我个人认为不需要我耗费太多的时间去分析我要怎么剪辑，因为前面我们都已经回答了要通过影片去讲好一个故事，那剪辑只是手段，我们只需要通过不同的手段去推动故事的发展就 OK 了。第四步是拍摄清单的思考。我之前会觉得 vlog 不需要提前准备任何拍摄用的分镜，到现在我才发现我对自己过于自信啦。在你没有养成非常好的拍摄习惯前，在你没有把拍摄和讲故事的逻辑彻底内化之前，你的每一部影片至少要去提前构思一个大纲吧，至少认真规划一些必拍的镜头都有哪些吧，也就是核心的故事叙事节点。剩下的部分都是故事中可能会出现的意外和冲突，这属于上天的奖赏啊。第四步其实已经是全部分析的最后一步，我重新认知了什么是 vlog， 我重新认识了镜头对故事推动的意义，我重新分析了频道主题对拍摄的影响，很爽。这可能不单单是在找拍摄 vlog 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找我在探索什么的问题。我会在结尾回答这个问题。好啦，辛苦你看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升华一下。前几天我有跟我的一个观众聊，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看我的 vlog？ 他说可能是习惯吧，毕竟我谁的 vlog 都看呢，我就看好多人的 vlog。 我非常感谢他这么真诚的回复。当然他也说，他说不管你怎么认为你之前拍的好与不好，他也都吸引到了我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影片，我们的生活才不那么的无聊。讲真，各位有被感动到了啦。同时他也给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第一个问题，他说你把所有的变量都更改了，那你要怎么验证未来是哪个变量在起作用呢？第二个问题，如果你全部都更改以后效果还是不好，你要怎么办？第三个问题，他还提到你上次说要去学跳舞，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为了流量要去这么做。不得不说，我的观众真的都很聪明。首先，在拍摄 vlog 这件事情上，我更改所有的变量是为了达到基本标准，在基本标准上肯定还是要持续优化的。如果未来效果还是不是很好，那我们就持续思考迭代就好了。另外，他担心我付出那么多思考以后的效果，如果还是不是很好，他会觉得我很难承受。这就是我最后需要做的事情，屏蔽掉所有噪音，专注在数据和思考研究上。我始终相信的就是你想做好一件事情，只要找对方向，认真思考，你就可以做得很好。第三个问题，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开始认真思考，我是为了什么才去选择拍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那我来反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舒适圈？当你想要一个东西，但你现在缺乏勇气，不敢去尝试，这是舒适圈阻力，就需要你有勇气去踏出舒适圈。
但是当你内心完全不想要，那这就是你的稳定的偏好，是清晰的价值取向。那对于我来说，我要去做的都是我想要但是缺乏勇气的事情，或者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在没有做过很多尝试之前，我没有资格说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喜欢折腾，我喜欢抽丝剥茧的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是探索的过程。回到我在探索什么的问题，我的追求，我的探索就是一直的变得更强。你不需要问我为什么要变强，我也不需要回答变强以后我想要什么。这并不是一个很虚的目标，变强可以在很多层面，它意味着有更多的能力、技能、体力、表达，更多的选择、工作、生活关系，更强的心理抗压能力。如果非要找一个变强的理由，那就是我想要更自由啊。我自由的去选择工作，我选择关系，选择生活方式。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成长，每一次变强，都是在拆掉那一根拴住我的绳子。好了，各位，谢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是8月26号，我真的得非常非常认真的记住今天去健身房之前有多么的不想进去，然后进去锻炼完了以后这种爽感，一定得好好的记住，要不然以后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不想进健身房，尤其是刚下班的时间。之前不想进健身房，会觉得是不是就是身体累？我觉得后面还是要逼自己进去健身房，然后锻炼30分钟，以30分钟为节点，或者说以第一个训练动作为节点。如果第一个动作练完以后我们很兴奋，那就继续练。如果第一个动作练完以后没有那么兴奋，感觉还是有点疲惫，我觉得那就可以考虑做一下有氧，慢走一下呀，跑跑步啊，做一些小重量的。这样的话就排除一下到底是自己是真的累了，还是就是偷懒不想去。之所以录这个，就是要好好的记住一下这个感觉。就是我今天到健身房楼下的时候，特别不想去训练，特别不想去，我就觉得很累，然后但还是逼着自己去了。去了以后到现在就很兴奋，就练得很舒服啊，我的大胸。